七武，初雪时节，就得配上这青州古董羹，那才叫绝味。早就听闻这青州的古董羹辛辣无比，七武平时饮食清淡，倒不敢轻易尝试。你看这红锅翻滚，看着是吓人，不过倒是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剥虾贡。古人啊，喜欢在这种大雪纷飞的日子，约上3、5好友，把酒畅欢，随心取食，真是好不痛快。随后又作诗云：“浪涌晴江雪，风帆晚照霞”的美景给它铸成。你呀，不能老是嘴上说想尝尝，还是得亲自一试才行。来，试试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觉得爽辣无比啊？快喝酒，快喝酒！回味如何？这出场确实辛辣无比，口中除了热辣，并无其他感觉。不过之后却有股清香，口味确实独特啊。这古董羹啊，是由辣椒、花椒还有佐野牛肉炒制而成，就是这样的口感。哎，风姑娘，对这青州古董羹如此熟悉，莫不是青州人？当然，风姓乃是青州国姓啊。那青州真是一个巾帼出英雄的好地方，前有开国封王，后有西云公主，又有风姑娘此等人物，真是令人艳羡。这有何令人艳羡的？无论是我，又或是西云公主，又或是蜂王，都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在我看来，世人应当人人平等，男女更是平等，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七武也可以。就为你这句“无论男女，生而平等”，自然要干一杯。来。哦，对了，七武，改日我们换上男子装扮，去野外策马，去体验勾栏，不受这女儿家的拘束。就依你所言。殿下，风姑娘不在别院。她去哪儿了？风姑娘今日一直和凤尚书在一起，一整日。听凤尚书府里的下人说，他们一早便出门了，先是去闲逛了许久，后去吃了青州的古董羹，下午去园子里听了戏，晚上后才回家。她这一天倒是精彩。殿下莫要烦恼，就算这初雪不行，还是有办法的。实在不行，我们还有上元节、七夕、中秋。总之啊，我们除了这些情境，其实还可以制造情境。对，我怎么忘了？府内的烟火可还有？烟火有啊。哎，这烟火情境也是画本里的妙招。明日，替我再约他一次。风姑娘，装了一小格。风姑娘，我在殿下今日晚膳在如意轩等着风姑娘。她可是有事，我今天还有事情。若只是吃饭的话，可否改日？风姑娘去了就知道了。我家殿下还挺着急的。好，知道了。虚实一刻，莫要忘记。不会忘记的。小姐，你最近脸上的笑容倒是多了不少，是吗？是啊，自从认识了风姑娘之后，您真的变了不少。现如今，我也能明白为何殿下对她刮目相看了。可惜风姑娘是个江湖侠女，殿下若真是要娶了她，
恐怕……若是别人，恐怕是个问题；但若是他，我相信，无论是殿下，还是风姑娘，都不会被这件事难住。那小姐呢？我与殿下，今生便只能做君臣。若要与他相比，那才是自寻烦恼。不知是何事惹我们弃无烦恼啊？风息，你来了。昨日的初雪古董羹之约，你不会是忘了吧？今日我们去安排一下。没忘。笑儿，准备3身男装来。是。等待会儿我穿上了男装，可就是再世潘安的模样了。七武可不要被我的容颜沉醉迷惑。好，那我一会儿就好好的欣赏欣赏。哎，你快，把它放那。对，哎，还有你，快，把它放那。对，那儿空着呢，快。哎，殿下，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，就等风姑娘来了。烟火也备好了，当然准备好了。到时候啊，只需要殿下拉着风姑娘的手，我便会按照计划点燃烟火。祝殿下旗开得胜。你去打探，他到哪儿了？是。风姑娘怎么带我家小姐来这种地方？笑儿姑娘不必担心，有我在，还能出事不成？三位公子，里边请。请。三位公子请坐。昨日雍京，这是在做什么？我家娘子今日他们是来参加本殿花魁韶音姑娘的诗会，谁若能赢得诗会，才有资格陪韶音姑娘共度良宵啊！三位公子，请慢用。多谢。这一地白雪白，黑瓦显出来，风雪袭人冷，春宵好作暖嘛。我家娘子说，公子这诗倒是通俗易懂。风息，这诗如何？这就好比是个大白话，就像这个糕点真干是一个道理。漫天飞雨落凡尘，轻压枝头赛离梅。愿为佳人多采撷，又恐炉暖生青烟。我家娘子说，这位公子的诗算是中品，比刚才那首倒是好了不少。只不过这词藻虽艳，但大多来自古人，诗人雅慧，罪不可得。那既然如此，还请这位公子作诗一首吧。做就做。推窗迎面鹅絮飘，心仪难到春来早。满街白首稚童笑，只道雪夜胜春宵。好诗。满街白首稚童笑，只道雪夜胜春宵。公子倒是把这雪夜写活了。这位公子，我家娘子请您入阁小叙。这样就能去啊？还有好多公子并未作诗呢。这位公子，有你这首诗在下心服口服。公子，快去吧！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此刻已近戌时了。戌时，戌时一刻，莫要忘记。我家殿下还挺着急的。坏了，七武，走，快！等等，公子是看不上奴家这蒲柳之姿吗？竟然如此嫌弃。殿下，怎么样？他来了吗？还未。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我四处打探，发现风姑娘和凤尚书以男装打扮进了香乐坊，一直未出来。香乐坊？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找他。殿下，
你可以看不起我们，但是不能轻视了韶音姑娘。在下真的没有轻视谁，只是我真的有急事，还望姑娘理解。既然公子有事，又何苦来参加这诗会？难道不是为了我而来吗？虽非为姑娘而来，我又看到姑娘不爱银钱，以诗比才，确实令在下心生向往，因此助兴。但的确不是为了别的。若是为了别的的话，反而有些本末倒置，辜负了这番美意。今日偶得一诗，能得姑娘喜欢，以为这夜晚增添色彩，已经足够。以诗会友，已经足够。公子才是真正风流上品的人物。韶音受教，韶音姑娘而来啊！这有些道理。来这儿可就我们就。这位公子，诗会已经结束了，还请公子明日再来。等一下，这位公子这是何意啊？最起码也要给韶音姑娘一个交代。就是啊，给个交代明白啊！让开。今天这怪事还真多，先是赢了诗会不见韶音姑娘，现在又整这么一出。我常见家中妇人来抓人的，这男子来青楼抓另外一位男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，不会是？既然那位公子已经走了，今日便散了吧。哎，韶音姑娘，韶音姑娘，散了吧。哎，殿下，还有狐狸，殿下，还是不管听我说，殿下，西吴，若殿下要责罚，就责罚西吴吧。小姐，你这是关心则乱，殿下是不会为难风姑娘的。我们先回府吧。还有狐狸，你听我说，你总要听人解释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该女扮男装，然后跑出去。不是因为这个。我知道，我不该带齐武一起去。也不是因为这个。我知道了，是因为我没有按时赴约，对吧？这个确实是我的问题。不过，我气你不曾将我的话放在心中。别生气了，晚上一同喝点，啊？哎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，黑狐狸？那么久我都等了，我又怎么会在乎这些时间呢？什么时间？大声点。我为了狩猎一头灰熊，在山里等了很久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？打熊这种事情要讲究技巧的，例如说在你面前嗖的一下跑过一只熊。说你的事，说什么大熊？是你说的熊，我帮你想办法，不是吗？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幕后之人很有可能是针对蓝银碧月而来，很可能一直在暗中盯着。可你还是到处乱跑，出了事怎么办？勾栏青楼人多眼杂，你就不怕遇到什么危险吗？我跟你说过的话，你有在听吗？你吼我？你刚才在吼我吗？即使我做错了事情，你怎么能吼我呢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面子啊？你没有。本来我是有一些内疚的，不过你刚刚那么一吼，内疚都跑光了。好好想想你自己的问题。知道错了吧？起手了，快，放烟花，快！你倒是聪明，差点真让我觉得自己做错了。你。这该不会是哪个公子哥陈情弄的吧？这种话本里的烂头，
也不知道用了多少次，成不了，指定是成不了，真俗。你走吧，莫要烦我。殿下，这些可都是我这些年攒下的画本子，你可一定要好好爱惜它们啊！知道了。你读的书够杂的呀。啊？这本经……殿下，这本不合适，这本不合适。不知道殿下要这些书做什么？他竟然觉得烟花俗气。我要看看这些书里，能不能找出点新的点子来。古人不是常言“读书百遍，其义自现”吗？我还以为殿下要放弃了呢。本殿是那样的人吗？殿下对风姑娘如此真诚，此次成行，必能抱得美人归。风息姑娘，你这棋都快被我吃完了，确定还下吗？你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言。七武，那日烟火之事，我回去仔细想了一想，那该不会是黑狐狸准备的吧？你可总算反应过来了。所以，他还是想向我。若我猜的没错，那日，殿下是想向你表明心迹。这种画本里的烂套路，也不知道用了多少次了，成不了，指定是成不了，真俗。只是什么？你不喜欢他？我没有不喜欢他，只是他这个人吧，缺点很多的。比如说，他心机多，做什么事都要深思熟虑；再一个就是他为人很霸道，做什么事情都要掌控全局。还有一点就是他冷冷冰冰的，就像所有人都欠他钱一样。总的来说，他这个人就是人间难得，天上少有。你笑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啊？你可知道，你说起他的缺点，都是眼里带笑，眉梢带喜的。人总喜欢在夜晚的时候仰望星辰。你仰望一颗星，不仅因为它发光，也是因为它是看不透的。我知道，我明白，我的心我自己还是很了然的。只是这种事情吧，他还是要讲究一个时机。况且他昨天晚上也没有对我。你的心已经乱了。你可记得初雪那天你与我同游，殿下派人找了你一天都没找到，后来才知你与我在一起。那么久我都懂了，我又怎么会在乎这些事情呢？我为了狩猎一头灰熊，在山里等了很久。你才是狗熊！你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。那线下我也
不好先开口了吧？那我问你，若是殿下再次向你表明心迹呢？钟离，你去别院告诉他，上元之夜，我邀他上灯。是，殿下。大人，还娘求见。还娘，让他进来。是。任大人，还娘斗胆求您件事。还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起来说话。是不是殿下出什么事儿了？这段时日，奴婢曾打听到，风息姑娘是江湖上的高手，与殿下也相识多年了。估计之后应该会嫁入府中吧。还娘虽知殿下对其倾心，但她还未嫁入府内，便让殿下丢了心思，原来的冷静从容全都没了。若真嫁入府中，行了，殿下的事情不是你一个做女官的可以妄言的。当年娘娘驾崩之时，吩咐奴婢要好好照顾殿下，奴婢不敢违旨。你想多了，册封君夫人是需要朝中下旨，也不是殿下一个人能说了算的。可现在满府的人都知道殿下想娶一个江湖女子，还娘自幼便跟着殿下，最是了解殿下。殿下若是认准了风息姑娘，估计就算再多艰难，也定是要娶她的。所以还娘想请求您去次别院，悄悄地与风息姑娘的师父见一面，让她知难而退。只要能釜底抽薪，殿下心里的那把火，迟早总会灭的。不行，我不能背着殿下干那种事。就在刚才，我已经以您的名义把拜帖送到了白建德手里。现在他估计正在槐树院等着您呢。放肆！你也太胆大妄为了。还娘有罪，可任大人，当年娘娘托孤之时，您也在场。为了殿下，还娘什么事都愿意做。可您呢？您愿意吗？所谓忠臣，难道不是明知会惹得主公不快，也要放言直谏吗？白某见过任都督，见过白老英雄。有失远迎，还望任都督莫要见怪。早就听闻天双门乃江湖正道之首，在江湖之中也帮了殿下不少的忙。今日才来拜见，还望白老英雄莫要见怪才是。任都督客气了，请坐。不知道任都督今日前来，所为何事？实不相瞒，任某前来乃是为了风息姑娘。为了希儿，殿下和风息姑娘的事情，任某也有所耳闻。天双门虽然是名门，但毕竟是江湖门派。若风息姑娘想嫁给殿下，恐怕很难。更何况，我也听闻风息姑娘洒脱自在惯了，任某以为她也会不习惯的。所以任都督的意思是，想让老夫棒打鸳鸯。如果他们二人继续下去的话，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不如早做打算，也是为了他们二人好。白老英雄，
意下如何呀？任都督所想之事，老夫已经清楚，但我这徒儿，却不是我能管束的。年轻人的事情，就让他们年轻人自己解决吧。白掌门，你毕竟是一派之主，怎么也要放任不顾嘛？任都督言下之意，无非就是我这徒儿，乃是江湖中人，配不上右平君殿下。那老朽告诉你，你大可不必担心。虽说这风息姑娘在江湖上鼎鼎大名，但在朝堂之中呢？恕我直言，认识多强的江湖豪客，也不过是名。任某言尽于此，还望白老英雄好好思量。告辞。他竟然是想向我表明心迹。师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一脸不快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那个，今日风大哥府上的任都督来了一趟，言语中挺不客气的，说让师父好好管教你，不让你和风大哥来往。师父怎么样？我爹没事，也拒绝了他，只是师姐你，我没事。师姐，你千万别冲动，此事还有从长计议。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处理的。走吧。哦。风姑娘，钟离，殿下约你上元之夜河边见，你可一定要去，千万别像上次一样了。看来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大人，门外有人将这个盒子交给您，说您看了一定会见他的。打开。哎。青云酿，谁能送来如此珍稀之物啊？让他进来。是。见过任都督。风姑娘，来的倒挺快。既是你，那就把这酒带回去吧。都督莫要着急，都督可知这是什么酒？因其观之如清水，饮之如云端，故名青云。正是。听闻饮完此酒之后，有一种身在云端、平步青云、扶摇直上之感，又名扶摇酒。那都督可知道此酒出自于哪里？传闻为雾山太阴老人亲自酿制，人世间不过数十瓶。姑娘真是有心送来如此大礼。此次前来，也不仅仅是为了送礼。晚辈心中有一些事情不太明白，知道都督是大雍的重臣，定是见多识广，今日就带上这青云酿来找都督解惑一二。请说无妨。我这疑惑就在这酒里。兰溪雾山之行，都督想必应该是知道的。此酒乃是我跟兰溪共赴雾山，力闯数阵之后机缘所得。试问，这世上能有几个人能跟你家殿下一起闯这无双之地？可无论是情爱也好，婚姻也罢，历来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讲究的是门当户对，举案齐眉。历来如此，便就是对吗？晚辈倒是觉得，所谓情爱，便是和有缘人共赴有情之事。人生短短数十载，能得一知己，乃是足矣。第二问，都督觉得我此番话说的有道理，又或是根本是无稽之谈？
你有你的道理吧，但是作为属下提醒殿下审时度势，乃是职责所在。既然都督说到了审时度势，风息不才，行走江湖这么些年，这天下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王朝颠覆顺时，又有新国代替，大东岌岌可危。任都督就认为，眼下你们的大庸，真的能够在6州之中永远屹立不倒吗？兰溪殿下，真的可以靠联姻坐稳这世子之位吗？此事最后一问。姑娘这3问，恕老夫不能解答。不过，老夫会细细思量。好，既然如此的话，不打扰任都督了，酒我留下了。这位风姑娘，见识才学闻所未闻，果真名不虚传。这件事是我逾矩了。殿下，我已经将消息送去了别院。他答应了吗？风姑娘行色匆匆，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做，她让我先回来，一时间没有答应。哦，殿下莫要着急，我暗中派去的人回复说，风姑娘去了任大都督的府上。去了老师的府上？正是。殿下，老臣前来领罪。你何罪之有？为殿下长远打算，老夫近日去了别院，劝诫白掌门约束自己的子弟，莫要纠缠。江湖草莽之流和世家的贵族，终究不是一路人。老臣自作主张，自知有错。不过，事关殿下的婚姻大事，老臣既受先后托孤，就不能放任不管。母后托孤，你就能这么做吗？我说过，任何人不许插手白风息的事。老师，你全都忘了吗？老臣不敢忘，但她毕竟是江湖女子，与殿下尊贵之身相比，有云泥之别。更何况殿下还未成世子。如果我不听你的摆布，你是不是还要喊一句忠言逆耳？老臣不敢，抗令而为，乃臣子大忌。老臣愿自领责罚。老师，你一向不是鲁莽之人，到底受了谁的挑唆？老师，你下去吧。殿下，老臣告退。还娘，明天一早，你自行离开府里吧。殿下，奴婢有罪，奴婢不该自作主张。可奴婢真的是为了殿下好，这才斗胆。够了！我不想再听你的解释，你所做的一切已经够得上叛主2字。殿下，求您开恩。殿下知道，还娘无处可去，还娘只求不离开殿下，其他别无所求。钟离，
带他出去，给他100张金叶，让人送他回家吧。老师去别人的事情，我不知道，我来替他向你道歉。你今日约我出来，就只是想替他道歉？对了，按照雍州的习俗，要上灯。你看。这是你准备的？今日约你，是有些话想对你说，这只是其中一句。还有，殿下，知道。若有急事的话，你且先去吧。殿下，快来得及了。走。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，倒是有些了。启禀大王，永平君求见。叫他进来。儿臣拜见父王。父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平身。永平君可是为良城而来？正是。消息灵通啊，有什么良策？儿臣愿前往良城，为父王解忧。怎么解忧？儿臣在工部时曾经研究过堤坝筑造的方法，儿臣想在两城之间，根据地势建一座坚固的大坝，请父王过目。大王，如若修成此坝，定可抵10万大军，还可造福百姓，恩泽万代。殿下的提议很好，但臣觉得殿下此举不合适。诸公子不出京，不振藩，这是先王的祖训。永平君虽心怀大雍，但不知到底是何居心啊？臣倒觉得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永平君只是去修筑大坝，有什么居心呢？永平君曾在工部任职，在之前水患来时，殿下更是亲自负责修衢。殿下之举，乃是为我大雍。传令，永平君带兵500，明日一早开拔。儿臣遵旨。去梁城检修水利？没错，永平君去梁城的破地方干嘛？先王因为担心分封后分薄军权，所以早就立下规矩，只允许诸公子遥制才艺。如今大王为了封兰溪破了这规矩，还给了他500将士，那岂不是让他独揽梁城的军政大权？不过，封兰溪虽然心眼多，但是军事大计未必斗得过老奸巨猾的梁城节度使。压境于梁城，不好，前者有难。
希儿，师傅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师傅，我要去一趟凉城。去吧，我们在云境等你。是。殿下，都办妥了。妥了，也和风姑娘说了，您事情紧急，不得不仓促告别。那就好。殿下，不是说好500精兵吗？这哪是精兵？明明就是一群兵痞。此次凉城事关重大，是哪位大人从中作梗，要陷害殿下？若不是父王的授意，谁敢这么做？大王，大王为何要如此？无非2个原因：一是父王并不想止战，而是开战；凉城不保，则是大举进攻青州的最佳时机，出师有名。2是父王生性多疑，若给我精兵强将，担心我在凉城拥兵自重，自然要削弱此行的兵力。那殿下知道为何还要去凉城？事在人为。黑狐狸，风姑娘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才让钟离告知，你好快的行程。许你不辞而别，不许我在后面偷偷跟着。你是为我而来？不是，刚好要去凉城。去凉城有事？话说，这些士兵都是你的人吗？看到我这个不速之客来找你，居然不曾有一人拦着我。现在不是，以后就是了。凉城地处雍青2州交界，近邻怒水。虽说耕地的地方不多，但地势辽阔，适合练兵。这些士兵们看着是怠慢，不过神情坚毅，是战场上活着回来的人，不简单。眼光不错，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心思。不过，你怎么对凉城这么了解？前些年去过。明人不说暗话。你知道我要做什么？你不是说过不愿牵涉其中吗？谁说我要牵扯其中？殿下，永平君离境了。当真？黑风息、风兰息居然是同一人。殿下，怎么了？殿下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要不要告知王后您呢？不急，让我再想想。风兰溪就是饮泉水泄的黑风溪，三殿下那边的探子就是这样说的，消息应该可以证实。这风兰溪好深沉的算计跟阴谋啊，真令人害怕。娘娘，永平君若如此强大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他强大好啊，我会害怕，难道大王就不会害怕吗？既然他想把底牌隐藏，我们就想办法把他的底牌暴露出来。
殿下，殿下，土地泥泞，行军不易，大家彼此搀扶，相互助力。若是累了，可以依靠长城暂时休息。来，我在前面替各位开路。走，我们跟着殿下一起走。 怎么样，在雍京可有什么收获？风兰溪就是饮泉水榭的黑风溪，他们俩是同一个人。我一直以为雍州除了雍王之外，其余的王子根本不值得一提。兰溪公子虽有清雅之名，但不足为敌。没想到风兰溪就是黑风溪，看来这天下之争变得更有趣了。是啊。 只是不知道雍王知道之后，这位风公子能不能度过此劫啊？我得无缘，真是如虎添翼。听闻世子斩了冉太傅。是啊，我本以为冀州不会再有内乱，看来还是有一些居心叵测之人。杀了一个冉太傅还不够，无缘，我需要你助我。世子为何如此着急？ 幽州的纯然公主要选婿了，我要借此机会与幽州联姻，但在我前往幽州之前，必须先解决冀州内部的问题。世子英明。过了前面这片峡谷，应该有片山坳可以去。过了前面的峡谷，进入我们店安营扎寨，好好休养。大家一定要坚持住啊！若是拖了后腿，可没有酒喝。殿下，这酒可是管够啊！行军路上不可贪杯，但若到了良城，酒肉管够。这山就要塌了，大家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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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面的跟上，快走！快在那跟上！快走！快！快走！殿下，来，咱们这条命就放在这里了。是啊，咱们的命都是殿下救。从今往后，只要殿下有吩咐，要水里水里去，要火里火里去。那一定，一定。诸位，今日淋雨，大家莫要受了寒。这是殿下让我们给大家带的酒，给大家驱寒。谢殿下，谢殿下，谢殿下，谢殿下。殿下说了，大家这次跟随殿下前往梁城，定是殿下的第一支亲军。 自然是亲信中的亲信，大家的性命，殿下自然会好好珍惜。殿下圣明。发酒发肉，来，来过来吃肉。
能听到这样的声音，你这伤啊，也不算白受。当时也没怎么想，只是觉得行军路上气势最甚，更何况我是真的要在粮场练兵，他们将是我最大的助力，我自然要对他们真心。你这个人虽说是狡猾，不过心倒不坏。夸我？夸你呢，不要骄傲哦。好，今日你别睡这儿，我出去和他们一起。哎，同袍同眠虽是不错，不过会降低你的威望。御兵之时，还是要注意分寸。你还懂这个？你不是受伤了吗？要是这样把你赶出去，会不会显得我太刻板？你就留下来吧，我江湖之人不拘小节。啊？哎，这床倒是柔软，睡着应该是舒服。不过为你现在的身体着想，睡太软的容易乏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睡地，你睡床。没错。行军路又苦又漫长，但有你陪伴，我竟然觉得最美好的日子莫过于此。这么多乌鸦，这兆头可不好啊！哎，咱们该不会没法平安到粮城吧？闭嘴，别乱说。大哥，快去向殿下禀报。好。这我们还怎么走？这还怎么走啊？殿下，殿下，外面为何如此吵闹？外面突然有一群乌鸦袭来，士兵们见了都觉得是不好的征兆。乌鸦？山地和树林最适合它们生存。冬日刚过，食物不足，再加上昨日篝火留下了不少残渣，所以他们才会前来。可这却很影响士气，毕竟这乌鸦可是不祥之物。这乌鸦前来，也许不是坏事呢。风姑娘有何高见？你昨日所行虽得他们之心，不过还没有立威，如今就是好时候。立威？自古行事之前都想讨个好说头。陈胜吴广有渔父藏书，刘邦更是斩了白蛇，如今这乌鸦，难道不是个好时候？昨夜这卧榻没白白让你。还有这么多局，从来没有见过。走开！不祥之兆，难道真的是老天爷？肯定到不了啊！不想让我们去梁城。就是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！瞎说啊！老天爷不让我们去。是啊，这还怎么去啊？就是啊，怎么去啊？是啊。谁说乌鸦就是不祥？古时，周武王登基之初，便有乌鸦云集于宫殿，从此周朝大兴，一举剿灭了商纣王，开启了数百年的大业。殿下，我们读书少，你说的这些啊，我们不知道。但这山谷里突然邪风阵阵，恐怕真有不祥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这可不是邪风，而是上青云的好风。好风凭借力，乌鸦送战歌。昔有汉太祖刘邦斩白蛇，大汉昌，吾今日也欲效之。神灵在上，若我风兰溪能定梁城，平天下，此剑必有收获。
好疯啊！诸位将士，上天以赐吉政，从今以后尔等就定名为墨雨季。墨雨季，望诸位随我征战各处，威震世间，天下闻名。墨雨季，墨雨季，天下闻名。墨雨季，威震世间，天下闻名。墨雨季，威震世间，天下闻名。这家伙倒还真是学会现学现卖。天下闻名。墨雨季，威震世间，天下闻名。不是说有500兵马吗？这个样子，不到区100兵马，难道消息有误？不应该呀，得到的消息就是500人，难道咱们接错了？要小心谨慎。是。兵马一并留在西郊军营。是。梁城节度使于明，马车内可是永平君殿下？末将骠骑将军任川云，马车内的确为我家殿下。听说来时有500人马尾随殿下，为什么现在人马少了这么多？刚出发的时候的确有这么多人马，后来路上遇到了山洪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现在只剩下这么多人。殿下可安好？殿下受了风寒，身子有些虚弱，还望于大人勿怪。请问于大人可有歇脚的地方？有，下官早已为殿下准备好了府邸，请。诸位乃兵卒，就莫要进城了，免得惊扰了城中的百姓。还请诸位随末将前往西郊军营吧。这位官爷有所不知，这些人其实是服侍我家殿下的仆人，衣食住行，大到乘车游览，小到放洗澡水，都有专人伺候。我家殿下用习惯了，所以只得装作是士兵混入军中，实则是随从。既然是殿下用惯的，那就放行吧。剩下的人前往西郊兵营。是。多谢于大人。请。于大人，末将特奉主上之命，带来响应，共计营业30项，请问在哪里交接为宜？自然去本官府邸。您请带路。请。启禀殿下，响营已送至节度使府，院落之外也都有墨雨季守卫，请殿下放心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做得不错。我都说了，现在周围都是自己人，你还演上瘾了是吧？这演戏当然要演全套了。殿下早就猜到于明多疑，故意让墨雨季分散，把大部队留在城外驻扎，只带小队人马进来，还让士兵装作备胎的样子，这才蒙混过关。于明贪财，好在及时转移了注意力。不过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小心。府邸外面可有人看着？有，不过还好殿下率先入城了，不然啊，还真是不好出去。今日上山的人怎么这么多？听说这山上有一座寺庙，叫做红螺寺。红螺寺，供奉的是哪位菩萨？我没听说过哪位菩萨的法号叫红螺。怒水到梁城这一段叫做红螺江。传说很久之前，有一书生在江中打到了一个红螺，便带回家中。这红螺竟然变成了一个少女，与他相伴。之后便在山上修了这个红螺庙。所以说这是个姻缘庙。你想求什么？我要求的，便是这梁城水渠的全貌。这水渠乱得很。没想到你还懂水利。这水渠看上去四通八达，实际上纠缠在一起，根本没有办法泄洪。
你看着我做什么？我发现，你总是会给我惊喜。现在这个情况，就算改到青州也没有办法。春红之时，多半的村民会因此受损。为官不仁，视百姓如草芥。啊，对了，这个你拿着。梁城估计不太平，求个平安。月老也开始保平安了。这梁城的物价怎么会比雍京还贵呢？这麻园，雍京也就卖3文钱一个，梁城卖到了5文钱一个。世人都认为，贫瘠之地，物价只会更低。其实这是一个刻板印象。梁城地处边陲，粮草不足，自耕自种不足以满足本地，大多需要从其他城购买。梁城人口少，进货也就不会大批量，都是以小批量层层贩卖，最终的物价也就上升了。原来如此。不仅如此，这边的人分工糅杂，交易也不发达，这才是真正的病因。走。公子，请。这里的百姓生活的真苦，苦到骨子里的那种。快走，快点，走！别磨蹭，别给他们招惹麻烦。走啊，走！老板，那些是什么人？哎呀，二位一看就是外地来的，他们是被拉去修水渠的。水渠的工人怎么会被驱赶呢？听说朝廷拨了银子，大家不应该是自愿去才对吗？朝廷拨的银子可到不了我们手上。为了修大坝，城里但凡有点劳动力的壮丁都被抓去了，没日没夜的干活啊！哎，惨呐！二位，请。多谢。若有一日，你要杀了这城中古官，我定会帮你。我看那永平君啊，也是个孱弱的模样，不像是装的。这路上也确实查到了爆发山洪，老兵游子逃跑难以管教，实属正常。我觉得呀，不足为惧。刚才殿下府那边还打发人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呢。下官觉得也是，那永平军的人手，加上伺候的也不过100人，能翻出什么风浪啊？是真是假，再瞧瞧不就知道了。把库房里的补品都拿出来，本官亲自给他送去。有劳于大人亲自送药。哪里，殿下一路辛劳，还需好好休养才是。不知殿下哪里不舒服？肺气。老夫年轻时学过医，不如带老夫去看看殿下。不敢有劳于大人。任将军不必客气，能为殿下效劳，是老夫平生之幸。于大人，你敢拦我？不得对于大人无礼。殿下，殿下，于大人忠心赤诚，关怀我的病情，你在这添什么乱？下去，自领10几板子。是，属下知罪。殿下，这肺气可不轻啊！打小就得的毛病，梁城这一路也不算好走，又是风又是雨的。殿下宽心，臣已带来了上好的补品，
都是清肺补气的，殿下只需安心休养，不日定可痊愈。谢谢于大人。主上既然令殿下出征，梁城的军服、官印，今日奉于殿下。不必着急，我既然身体不佳，梁城及其附属16城军政诸事，就有劳于大人了。这，于大人不必多虑，父王只是让我前来驰援梁城而已。你仍是安南节度使，那臣就不推脱了，臣告退。老奸巨猾，居然以退为进，前来试探殿下。还好殿下回来的及时，否则就要露馅了。于明，梁城，按计划将细作都散出去，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查清梁城的布防。是。恭喜大人，这永平君倒也还知趣，连军服官印他都不敢收。就是太识趣了，才让人生疑。本官见过的人多了，可就是没见过见到香喷喷的肉骨头就是不肯咬的狗。要么这狗真的是病了，要么不是狗，而是狼。之前送上来的那些情报都还不够，让他们再去查。是。承办金米，来，里边吃去。好。大米，上好的大米，看看了啊，大米。臭皮啊，过来看看。客官来点大米，来些大米。哎，好嘞。大米，上好的大米哎。哎，客官，您的大米，哎，收好。殿下，这是这几日我们的人查出的梁城布防图。这布防之力，倒是下了不少血本。于明不愧是盘踞梁城20年呢。瓜松民脂民膏，只为自己，真是个狗官。于明小心谨慎，不轻易信任，这便是我们的机会。你们看，此处便是他们的罩门。正是，只要接管了城防处，梁城的所有交通都会中断。莫雨季的情况如何？所有人都已经陆续进城，大哥一直在暗中布防，全体莫雨季枕戈待旦，只要殿下一声令下，马上就可以行动。如此，便只差一个时机了。哦，对了，奉尚书传信来了，于明派人去了雍京，想暗中调查殿下。还好奉尚书提前做好了准备，派人统一好了口径。统一口径？想来于明怕是要动手了。殿下，属下不明白，这……但凡是要调查一个人，不同的来源就要有不同的口径，或正或偏才是正常。如今统一口径，不免会引人怀疑。确实如此。殿下，于大人派人送来了口信。于大人说，青州围城之兵正蠢蠢欲动，大人这2日正准备主动出击。为了鼓舞士气，今夜在都护府举办宴会，邀请殿下一起参加。你告知于大人，本殿今日一定准时到达。是。燕屋好宴啊，这摆明就是鸿门宴。鸿门宴是没错，但是谁的鸿门宴，就说不准了。刚才说差一个时机，这个时机便来了。殿下的意思是？通知川云，让他做好准备。是。我跟你一起去。